要是你觉得买长天期美债基金就是把钱借给美国政府，然后躺着拿利息，那我先跟你说个扎心的事情，你买到的说不定不是安全垫，而是一张会随着利率上下乱跳的蹦床。你好好想想，原本是想求稳的，结果账户比过山车还会搞节目效果，这事情是不是挺可笑？更可笑的是，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这是送分题。当下这期你一定要听完，因为这不是在讲一个冷冰冰的金融概念，而是在讲很多普通人正在踩的一个坑。你身边或许也有人说美债挺安全，降息就会涨，现在不买以后得拍大腿，听着是不是特像商场门口那种最后3天清仓的话？可问题在于，金融市场里最贵的东西常常就叫，大家都这么说，先不要着急划走，我不会推销课程，也不会让你去买任何产品，你只要把这期视频看完，至少能弄明白一件事，单一美国国债和长天期美债基金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。一个就好像你买了一张有到期日的车票，到了站理论上能把本金拿回来，另一个就好像你上了一台永远不断的跑步机，机器说不休息，你就只能跟着跑，是不是一下子感觉不一样了？要是你平常也关注投资理财，记得先点个赞，把它收藏起来，不是为了给我面子，而是为了你下次再看到长债必涨降息稳赢这类说法的时候，能把这期找出来当做防晕车的帖子。我们今天不聊玄学，不聊情绪等等之类的，就说一件事，为什么越是看着稳妥可靠的东西，有时候反倒越容易让人放松警惕？这几年很多人买长时期美债基金，心里那小99打得清清楚楚。其一，美国政府信用挺好，应该挺安全；其二，现在利率高，利息看着还可以；其三，未来一旦降息，债券价格就会上涨，还能赚一波差价。你看，这3句话放一块儿，简直就像是投资界的套餐饭。有主食，有配菜，还有甜点，不是吗？可问题来了，要是套餐饭里混进一根鱼刺，你还敢大口吃吗？最关键的误解就在这里，很多人把美债俩字当成万能的护身符，就好像你看到低脂俩字就觉得一整桶冰淇淋都能随便吃，这不是冰淇淋的事情，是你理解错。单一国债确实有明确的到期日，你买了之后只要拿到到期，中间价格波动先不用管。可债券基金并不是这么做的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等到期，它的不断换仓，把长天期债券基金想象成一家一直保持平均年龄20岁的公司。你可以这么做，员工老了该怎么办？解雇，然后再招聘年轻的，债券快到期了该怎么办？卖掉，接着再买更久的。听起来管理还挺专业的，不是吗？但对你来说，问题就出现了，它永远没有真正到期的那一天，没有到期日就没有那个好了，本金回来的按钮。这个按钮没了，你还敢把它当做存款替代品吗？其实这事儿比较简单，单一债券就好像你借给朋友一笔钱，约定好3年后还你。债券基金就像是你把钱交给一个团队，让他们天天帮你买了卖，卖了买之外，还要保持一个固定期限。前者你盯着合同看，后者你盯着净值看。合同跟净值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，一个偏向确定，一个偏向波动。你要是把净值当作合同来看待，那就好像把天气预报当作结婚证，多少有点太相信宇宙。接下来不要说，我们来聊聊一个听起来比较学术，但实际上特别像跷跷板的概念。存续期间，你不要害怕这个词，它不是用来考你的，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一句话：存续期间越长，利率一旦有变动，债券价格的反应就越剧烈。长天期美债基金的存续期间或许接近10几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，净值可能就会出现很显著的下跌。是不是忽然就觉得债券很稳？这句话开始站不住脚了。打个比方，你坐在跷跷板的一头，利率坐在另一头，短债对应的跷跷板很短，利率动一下，你也就稍微晃动一下；长债对应的跷跷板特别长，利率轻轻动一下，你这边可能直接就像免费飞行似的。注意，我不是说它一定不好，而是说它的波动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温柔小猫咪，有时候更像一只精力过剩的哈士奇。你以为它能看家，它先把沙发给拆了。这里存在一个反直觉的地方，越是期限长的债券，对未来利率预期就越更敏感。你今天购买它，不是购买今天的利率，而是压住未来多年的利率走向。你以为自己买的是安全资产，实际上你在做一个宏观判断，未来通胀会不会降低，经济会不会放缓，央行会不会降息，降息幅度是多少，什么时候降息。你看，不知不觉间，你从理财新手一下子变成半个宏观交易员了，工资没涨，岗位却先升级。有人会说，那不是大家都在说要降息吗？降息的话，长债就会上涨。没错，这话在方向上是对的。但金融市场最爱搞事情的地方在于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通常价格早就把那事儿提前演绎过一回，就好像演唱会门票一样，官方还没开演，
黄牛就把气氛炒得很热烈。等到你高高兴兴进场了，却发现自己买的不是前排，而是柱子后面。你说气不气？市场里有句挺让人难过的话，叫买预期卖事实。它不是什么神奇的口诀，就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情况的。机构可能在大家刷到新闻之前，就已经通过模型、资金流向、通胀数据、就业数据提前布置好了。当媒体开始热热闹闹的喊机会来时，普通人才刚刚打开账户。你好好想想，你听到的锣鼓声，说不定不是开始的音乐，而是别人准备收摊的提示音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把所有市场波动都说成是谁在编写剧本，这么说太像阴谋论，还不专业。可信息差距确实存在，机构有更快的数据、更低的交易成本、更厉害的研究团队，还有更严格的风控纪律。普通人有什么？有群聊截图，有短视频标题，还有一颗这次我肯定能抄到底的心。说出来有点搞笑，但很多亏损就是这么简单平常。长债基金最能吸引人的地方，你看，是它同时给你两个幻想，一边是利息，一边是有价差价，听着就跟一份工作发2份工资似的，谁能不心动？可你得明白，市场从来不会白给午餐，高波动不是平白无故来的，高收益预期也不是系统给的福利。你要是想要差价，就要承受价格波动；你要是想要久期弹性，就要接受利率判断出错的结果。这难道不比闭着眼买复杂多？如果你已经买了，也不要着急犯愁，犯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最多只能影响你的睡觉。先把情况搞明白，你买的是单一债券还是债券基金？你买的是短时间线还是长时间线？你是打算拿着到期收现金流，还是想赚利率往下走的差价？要是这几个问题你答不出来，那就意味着你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参加金融版盲盒开箱。盲盒看着可爱，账户盲盒并不一定可爱。这时候你随手点个订阅，因为后面讲的不是口号，而是咋把这个坑拆开。你会发现，真正成熟的资产配置，不是喊全仓冲，也不是喊全部别碰，而是清楚每个工具该放到哪儿。就好像厨房里菜刀挺好用，但你不能拿菜刀梳头，对吧？工具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使用场景。首先来谈谈第一类人，完全没买东西或者刚打算买东西之人。对于你而言，最为关键的并非立刻冲进去，而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倘若你只是想要放置一部分现金，追求相对稳定的利息，那么超短期的国库券、货币市场这类工具以及短期现金管理工具，或许比长期基金更契合你的目标。它们并非是能让你暴富的火箭，但至少不像是把现金绑在风筝上那样。你需要的是停车场，而不是蹦极台。短期工具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利率敏感度低，期限短，资金周转很灵活，你把它当做备用的弹药库，等市场真有更好的机会时再慢慢出手。得注意，不是说一定要等股市大跌，也不是说跌了就一定要买，而是你手里有流动性的话，心态就不会被市场左右。现金在好机会出现之前，看着好像没什么意思，但有时候无聊反而是一种高级的安全感。第二类人是已经被长债基金套住的人。先讲重点，别因为账户下跌就机械的一直加仓。摊低成本听起来好像挺精明，但前提是你真的了解这个资产，认可它未来的风险收益，而且这笔钱不影响生活才行。要是就因为不甘心跌了就加，越跌越加，那就好像跟电梯较劲似的，你越按按钮，它也不一定就更快上来。你要的是策略，不是跟情绪对抗。那该怎么办？首先，重新评估仓位。要是长债基金已经占据你资产的大部分，你每天看着净值心里直犯嘀咕，那就说明它已经超出你的承受范围了。投资不是看谁更能熬，熬夜也熬不出个巴菲特。你可以考虑在反弹的时候慢慢降低仓位，把一部分资金转到期限更短、波动更低的品种，或者回归现金管理。重点是要降低单一方向的压注，不要一下子把自己逼进绝境。很多人会问，割掉一部分是不是认输？实际上，投资中最不值的不是承认错误，而是不承认，承认判断有偏差，就是把方向盘重新握在手里。你开车走岔了路，导航让你掉头，你不会觉得导航是在羞辱你吧？同样的，调整仓位不是什么丢人的事，而是风险管理。真正丢人的是明明知道自己看不懂，还硬说我这是长期主义。长期主义并不是万能的遮羞布。第三类人是资金量比较大，目标很明确的人。比如你就是想用债券来做防守，想要有稳定的现金流，不想天天和净值互相折腾，那就要明白为什么富人更倾向于单一债券或者债券 T， 而不是简单的去追某个热门基金。债券 T 听起来好像武侠秘籍一样，其实很普通。
把钱分成好几份，买不同到期年份的债券，让每年都有一部分到期，难道不一下子就从玄学变成收纳术了吗？比如说，你把资金划分成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好几个期限，每年都会有债券到期。你拿回本金之后，能够根据当时的利率来决定再去购买新的，或者拿去做别的安排。这么做的好处在于，你不用把所有的钱都压在某一个利率时刻，也不会因为某一天市场情绪不好，就整个人跟着净值起伏不定。它好像一个分层的抽屉，每层都有它的作用，不像是把所有袜子都塞进一个袋子里，然后天天找不到另一只。但在这里必须说清楚，债券梯也不是神奇的印钞机，资金量、券商渠道、税务方面的考虑、汇率方面的考虑、流动性规划，还有你的居住地以及账户条件等，都是他得考虑的。你并不能看见别人搭了个梯子，就拿着塑料凳子往上凑，任何工具都有门槛，尤其是跨境资产配置，更要把规则弄清楚才行。后面这个提醒可是很重要的，看不懂的收益，先别忙着把钱交出去，再把目光转回到散户最容易中招的心理怕错过。金融市场最擅长利用的不是你的贪心，而是你的焦虑。标题一写成窗口期关闭，评论区一刷再不上车就晚了，你脑子里的小人马上就开始敲鼓。可你好好想想，真正好的投资机会难道会只给你3分钟下单吗？如果一个机会需要你在没看懂之前马上做决定，那它更像是在测试你的冲动按钮。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就是长期债券已经下跌比较多，所以安全边际比较高，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但下跌很多不意味着就一定便宜。价格低的看原因，如果利率环境、通胀预期、财政供给、市场需求这类因素还在变化，那么低点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志，而是一片雾。你觉得自己站在山脚，结果说不定只是半山腰的观景台，风景虽说还可以，但接着往下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当然反过来也不能说长期债券基金就永远不能买，它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它只是一个对利率很敏感的工具。专业投资者能用它来做对冲，进行波段操作，进行组合管理。问题是你在买它之前要清楚自己在赌什么，止损或者调仓的规则是怎样的，仓位上限是多少。要是这些都没有，就只是因为别人说降息要来了就去买它嘛，那你买的不是基金，而是许愿池门票。许愿还行，可别把所有家底都投进去。讲到这里，要是你觉得有用，帮我点个赞，或者把它转给那个最近老是说美债稳得很的朋友，不是要吓唬他，而是让他先看看说明书。很多金融产品最大的问题并非产品本身，而是被营销成不用说明书的产品。你买空气炸锅都得看看温度设置，买长期资产反倒闭着眼，这难道不有点反人类吗？我们再讲讲特别现实的事情，真实收益。你拿到的利息看似还行，但要扣除通胀、汇率波动、税务成本、交易成本，还有你自己的机会成本。比如说你账面拿了几个点利息，可净值却下来了，汇率还不帮忙。最后一算账，心情就好像打开外卖盒发现少了主菜一样。不是说肯定会这样，而是你得把这些变量都放进计算里，不要只盯着宣传图上最显眼的那个数字。很多人喜欢询问我到底该买短债、中债还是长债，这件事没有万能的答案，因为这得看你的目标。要是你是为了现金管理，那短期线就比较合适；要是你想组合平衡，中期线可能比较恰当；要是你清楚的觉得未来利率会明显下行，且能承受波动，长债才可能有机会。你看，答案不是某个产品名字，而是要和目标相匹配。投资不像点菜，不是哪个名字听着高级就选哪个。股债配置这码事情也别神话。有人说64配置最佳，6成股票4成债券，听着挺科学。但要是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这么配置，64也会变成迷信数字。真正的动态再平衡就是股票涨多了卖一些，债券跌多了看情况补一些，或者反过来让组合回到目标比例。它的核心不是预测明天，而是不要让某一类资产把你整个带偏。这是不是有点像给投资组合装个方向盘？但再平衡不是每天都得去折腾的事。不要定规则，比如说按照季度、半年，或者当偏离目标比例达到某个程度时再去调整。要是太频繁的交易，就好像天天给植物换花盆一样，植物可能没意见，但根仙就会累坏。普通人最需要的不是去炫技，而是能行得通的东西。你能坚持10年的简单规则，通常比你只能坚持10天的复杂模型更有价值。金融圈里花里胡哨的东西可多了，能长久活下去的往往不是那些最会玩花样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把华尔街和普通人的差别再讲清楚点。机构不是每次都对，富豪也不是神仙，但他们有一个优势，他们明白哪些钱是用来防守的，哪些钱是用来进攻的。
防守的钱就老老实实的去防守进攻的钱才去承受波动。普通人最容易弄反，把生活备用金拿去进攻，把长期资产拿来追热点，结果组合就好像一桌子菜全是辣椒似的，吃第一口挺刺激，吃到后面就开始怀疑人生。你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不靠着预测也能活下去的结构。比如说生活备用金放在低波动高流动性的地方，长期成长资金放在你能懂的宽基优质资产或者其他长期配置里，债券部分按照期限币种税务和风险承受力来安排，不要让任何一个单点判断决定你的整体命运。你不是在玩猜硬币，没必要把自己逼成2选1。有人听到这里或许就会问，那我是不是以后看到热门产品都要避开？实际上不是这样，热门并不等于不好，冷门也不等于就安全。关键是你要问3个问题：它怎么赚钱？它什么时候会亏？要是亏了，我能不能承受？把这3个问题回答清楚了，你就已经比很多只看收益率截图的人厉害。可别小看这3问，他们就像是投资里的体检表一样，能够提前查出不少隐藏着的问题。还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着，风险不是波动本身，风险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波动。你买股票知道它会涨跌，心里有准备；你买长债基金觉得它跟定存差不多，结果一波动就慌张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预期不对等比亏损数字还让人难受，就比如你去按摩，结果人家给你安排成拳击课了，你说谁能受得了？所以面对长天期美债基金，既不用把它说的特别可怕，也不用把它吹捧的特别神奇，它就是一个利率敏感度比较高的工具，适合那些有明确判断、有仓位纪律，还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。对于只想稳稳拿利息的人来说，它或许不合适；对于已经重仓的人，最重要的是降低仓位，平复情绪，别老是瞎幻想。你看，投资有时候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，少一点冲动，账户就会少一些那种惊喜式的波动。要是你现在手里有相关资产，今晚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打开持仓，查看3个信息：基金平均期限或者存续期间是多久，历史最大回撤大概是多少，你这笔钱什么时候得用。别着急下单，先把底牌弄清楚。很多人不是输在不知道答案上，而是压根没问过问题。你只要开始问了，就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了。最后再跟你讲一次，金融市场里从来就不缺那种看起来好像很稳的故事。以前有很多高利息的产品，现在有各种各样宏观方面的大道理，将来还会有新的版本。包装可能会变化，可是底层的逻辑不会变。收益不是平白无故就有的，安全也不是靠起个名字就能有的。你不用去追赶每一阵风，而是不要先把自己的船修理好。风来了能往前走，浪来了也不害怕，这才是普通人真正得具备的本事。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变量，叫做汇率。很多人看美债收益率时，就只盯着美元那边的数字，觉得还挺不错，挺吸引人的。可你最后花钱生活用的是哪种货币？你的收入又是哪种货币？要是中间涉及换钱，汇率波动就好像一个隐形伙伴，有时候帮你一下，有时候给你来个离谱的失误球。你并不能只关注债券涨没涨，不要看看换回来的时候购买力到底有没有变多，这是不是又多了一种情况。税务也是这样，不要觉得它让人讨厌，投资里很多看起来很好看的收益，最后都得经过税务、费用、点差这些小剪刀修整一下。修整之后收益的情况也许就不像宣传照上那么好了。不同地方的规则不一样，不同账户也不一样，有的是利息，有的是资本利得，有的是基金分配，处理的办法可能都不一样。你要是完全不考虑这些，只盯着表面的收益率，那就好像看菜单只看图片不看价格，结账的时候表情管理就容易出问题。所以普通人最实用的办法不是每天去猜美联储下一句会怎么说，而是对自己的钱进行分配。3到6个月的生活费别拿去追长债的波动，3年内要用的钱别随便放进久期太长的东西，只有10年以上不用的钱才有资格去谈长期配置以及波动承受。你看，这不是高深的金融知识，这就是家庭财务健康。就像冰箱里生的和熟的分开放，听着普通，但真能躲开很多麻烦。你也可以给自己做个睡觉测试，要是某个资产跌了10%，你会不会睡不着？要是跌了20%，你会不会开始怀疑生活？要是答案是会，那仓位就太大了。别硬扛着说自己风险偏好高，市场一波动，身体可是最老实。投资不是在朋友圈立形象，没必要证明自己胆子大。真正厉害的人是清楚自己胆子有多少，然后把仓位放在那个范围里面，最后送你一个挺接地气的检查表。首先，我买的到底是单一债券还是基金？其次，它存不存在到期的日子？再者，存续的时间大概有多长？然后
利率上涨的时候我能接受多大的回撤，另外这笔钱过多久之后要用，还有如果市场的走向和我预想的不一样，我是减仓拿着还是在平衡。把这6个问题写下来，比听10个内部消息都更管用。内部消息经常不那么内部，而检查表才真的是属于你的。这期视频要是帮你弄清楚了美债、债券基金、存续期间这些概念，记得订阅频道。往后我们接着用大白话拆解金融市场里的复杂套路，不搞焦虑那一套，也不灌鸡汤。你能把这里当做一个理财时脑子清楚的地方，进来先休息一下，不要一上来就被市场带着走。毕竟钱是你辛苦赚的，并不能就因为一个听起来挺高级的词就去进行稀里糊涂的冒险。上面这些内容仅仅用于金融知识分享和个人观点交流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、买卖建议或者收益承诺。不同地区账户、税务汇率还有个人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，任何投资决定都得你自己独立判断。要是有必要，还得咨询持牌专业人士。市场有波动，本金可能会亏，可千万别因为任何视频、文章或者评论区里那些观点什么的，就去做超出自己承受范围之外的决定。